上次说了这款翻车的碧柔黑科技防晒，但其实碧柔今年是出了很多款防晒的，同期的还有这一款 Light Up Essence。因为包装跟之前的产品没有特别大的区别，所以我这个包装控呢并没有很心动，没想到它才是好用的。厉害之处在于它涂抹完之后可以形成非常自然的透明感发光肌，而发光的秘密并非来自合成色料，而是在皮肤表浅形成超微细的凹凸薄膜，将可视光线进行扩散，阻隔紫外线的同时，并操纵可见光，使光线柔和遍布于全身，轻松展现自然感的光耀肌肤。先看一下我现在的双臂，两边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挤出这个产品，涂抹在我的手臂上，大概这样的一个量，然后打圈进行快速的涂抹。它的质地水感十足，而且很快就涂抹均匀了。这个时候，面朝阳光的我的手臂呢，就能看见它散发自然感的光泽，就算是离得这么近，也不会看见粗糙的皮肤纹理。所以它是非常的自然的。对比两边的这个手臂，肤色出现了明显的差别，仅仅就是通过光线的折射就能达到这种通透白皙的这种柔和感。正因为是利用光控技术折射的闪耀，而不是通过色彩矫正而达到的透明度，尽管挤出来是带有白色光泽感的这种乳液质地，但是涂抹完之后并不会出现泛白的现象，不用担心有人工色料而沾染到衣服上。香味上也一扫碧柔去年黑科技产品的俗香，变得非常的具备温柔淡雅的气息。细微的凹凸薄膜具备严密的包裹性，所以它同样可以防止微粒粉尘的附着，这和白利阿蜜是一样的。来看一下它产品包装上写的6大特色。第一个是 Light Up Palu， 翻译过来应该是提亮的珍珠，但我看了一下成分表，应该指的是云母。日本人就是不喜欢跟你讲清楚它到底在用什么。第二个是无合成人工色素，第三个是含有可以吸附油脂的成分。虽然花王有皮脂调控的专利技术，但是 Light Up 的这款的皮脂调控呢，我持保留意见，因为它的质地是蛮滋润的，涂上脸，我作为一个油皮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控油的效果。美容成分上有透明质酸、蜂王浆跟丁二醇，都是起到保湿的作用。第5项是说具备隔离修饰的效果，这一点呢，我也持保留意见，我觉得它不可以全脸涂抹，除非你的肤质非常好，没有明显毛细孔，不然后续出油就会因为光泽而凸显你皮肤的粗糙感。即便这款产品也是标注着脸和身体可用的，但实际上我真正觉得它好用的原因是因为它用在身体上非常完美。最后一个特色是洁面可卸，它的设计上呢采用了这种一体式的盖子，所以你在涂抹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成分上是含有酒精的，也含有对羟基苯甲酸酯类的防腐剂以及香料。虽然它的外包装上有标注经过防止长痘痘的处方测试以及皮肤敏感测试，但并不代表每个人用都不会过敏，所以如果你的皮肤非常敏感的话，你可以在你的手臂上少量的涂抹去进一个测试。因为光控技术反射光原理，而不是通过改变皮肤的颜色，所以任何皮肤都可以通过使用这款产品来达到光泽感。我见过暴晒的夏日街头，有身着短袖短裤的日本女性，全身发光的肌肤。如果你也想像她一样，但是又苦于没有强大的基因的话，我想碧柔的这个产品可以帮助你。夏天的防护产品中，防晒喷雾绝对是消耗量巨大的一个热门品，因为便捷性，外出之前喷一下就可以轻松出门了，而且在外补防晒也很方便。虽然日本的防晒喷雾品类众多，但是完美符合要求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多，比如喷后过油，或者喷后严重泛白、起屑、黏腻等等。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碧柔的防晒喷雾，不仅便宜，而且每年都会出限量的大尺寸包装，所以几乎都是购买碧柔的防晒喷雾。像安耐晒的喷雾啊，高丝的防晒喷雾呢，我都觉得不够清爽，或者有以上的种种问题。结果碧柔今年发售了一堆防晒新品，竟然没有发售限量版的防晒喷雾，加上因为疫情都不怎么出门，所以我索性就没有买。直到有一天我逛街，在 Tokyo Hands 里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品牌 Mimiami UV Card Spray， 好中二的名字。吸引我肯定是它的包装，非常日系的那种可爱。其实它有2种啊，除了这个颜色还有粉色，区别呢就是味道的不同。注意到它的价格，250克的容量，售价日币1298和人民币77元。这个超大的尺寸，要知道每年碧柔出的限量版也不过150克，而它有250克。这种大尺寸在日本的一众防晒喷雾里真的算是便宜了。防晒喷雾呢，不是没有味道，就是味道很冲，因为都是这种液压的气体喷洒出来的，所以味道一般都不是很好
草纹。而这个产品呢，上面写的 Botanica 背后也有写，标注的就是植物香草味。但我实际上使用起来呢，是那种很清爽的橘子汽水味，非常的夏天。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所有防晒喷雾呢都不可以将这个气体吸入你的鼻腔，对身体是不好的。所以一定要摒弃去喷洒在空旷处，或者你喷洒完立刻扭过头，然后注意也不要喷洒到眼睛里面。很多明星会直接在面部喷洒使用，可能因为拍戏这样比较便捷，但实际上如果你想要用于面部的话，是需要先喷在你的手上，然后轻拍到面部的，并不可以直接这样喷洒，因为你肯定会难免的吸入到鼻腔。这款产品呢，其实也顺应了现在流行的 Clean Beauty 风，而且它言简意赅的把它所有的特色都写在它背面了。首先它提到了是全身都可以使用，不仅是脸跟身体，头发也可以喷。而它上面写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白くならない透明 type， 意思就是不会泛白，而且会有透明感。所以我当下就拿起它的包装，直接喷洒在我的手臂上，完全没有任何的泛白，而且瞬间就是清爽的，没有任何的油腻感。刚才也提到它是可以喷在头发上的，也是一样，不会有任何的泛白。我想光是这一点就太棒了，真的是一点颜色残留都不会有。因为夏天我们真的很讨厌这种出油出汗，如果你是泛白的话，它会卡在你的皮肤纹理里面。这款产品完全就是透明的，没有这个问题。用到保湿成分呢是向日葵种子以及薰衣草花的萃取。最后就是当下流行的这个3无，无矿物油、无着色，也无对羟基苯甲酸酯类防腐剂。这种容量、这种价格，加上以上种种优秀的设定，以及它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必须立刻买。用的时候需要来回10次摇晃，让其充分融合，距离你20厘米处来进行喷洒。防晒保持的时间大概是2到3个小时，如果你在户外待的时间比较久呢，那就需要及时的去补擦。最后来说一个我前段时间在小红书上发现并种草的火山石控油滚珠这样的一个产品，它是韩国做的啊，但是在日本发售。原视频是一个很厉害的种草视频，因为它在一堆推荐的产品中轻描淡写的插入了这个产品。它有强调，就是如果你在外面，它可以在完全不破坏你妆容的情况下，轻松的带走你脸上的油分，而且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但它完全没有提到这个产品在哪里购买，并且什么样的价格。我当时听他讲完就特别心动，因为作为大油皮，我觉得必须要拥有。以我的经验呢，我看了一下它的包装，我觉得一定是会出现在 Tokyo Hands 或者 Loft 这种店里面，所以我立马上街去寻找。其实呢，它是可以直接在日亚或者乐天上购买的，但是呢，我就是想看一下它的实物，所以我还是出门去寻找了。很神奇的是，视频博主说的现在日本女生当下最流行的去油神器，竟然找不到。无论是普通的药妆店，还是我刚才提到的 Tokyo Hands 跟 Loft， 因为一般像这种流行怪奇的美妆单品呢，都会出现在这2个商店里头，但是我并没有看到它的身影。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已经放弃了，但是我想起来有一家药妆店，也是在日本很网红的一个药妆店，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会 po 一张图片，就是在国内很多流行单品都会在他家里可以买得到，所以我就去到这家店去逛，但是我走了一圈也依旧没有看到，所以我就直接拿起小红书的截图给那个店员看，结果呢，店员就把我带到一个角落，你们猜怎么着？我当时还特地拍了照片，原来就是在处理品的角落发现了这个原价售价1500日币，现在折价500日币。我不知道应该开心还是应该难过。开心是因为500块钱立刻买啊，而不开心是我发现原来真的小红书上推荐的当下日本流行的、当下日本女生真正在用的产品，真的很多都是广告。因为这边在说着它正流行，可是店铺全部都没有，唯一的一家店有，竟然还下架了处理品，意思就是不再贩卖了。但是因为我千辛万苦找到了，所以我还是把它买回来了。简单来说呢，就是现在流行的这个火山石，把它做成了这种滚珠的样子，它可以直接在面部进行吸附油脂，而且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并且如果它很脏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拿下来进行清洗。它里面还有一个附赠的替换装，然后这个珠子呢也是可以取下来的，正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原来是长这个样子。官方的说明呢是说这个产品大概能用180回，如果你每天用2回的话，大概能使用3个月，并不是
可以一直重复使用的。不过这样的话也确实比吸油面纸便宜太多，而且它很便捷嘛，你随时随地拿出来就可以使用。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刚才我提到所谓的热门品，其实在日本已经売り切れ了，就已经不再发售处理价了。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它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控油。幸好现在我也有一些的这个鼻翼两边出油，我是特别容易出油的。现在呢，是因为我已经在这个录视频的过程中补过 N 多次蜜粉，所以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油腻感。但实际上我是会出很多油的，如果你放任不管。那么现在就用这样的这个滚珠，在鼻翼的这个地方进行打圈，去除一些多余的油脂。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滚珠，我把原来的这个没有使用的取出来，就是它应该是这种干爽的，但是你吸过油之后它会变得颜色比较深，过一会儿这个油它会自己吸进去，就是你不去处理它也会吸进去，然后你会看到这个地方压光了，然后这个地方还是有这个油光的，表面上看着是不是效果特别好？视频里也是这么表现出来的。当然它肯定是有效果的，但实际上对于如果你的皮肤非常的油的话，其实它根本处理不了这些油，因为我刚才只是吸了这一小部分的油。如果我要把我的额头，把我这一块这个地方都去处理的话，它就会吸不上去了。因为它的承载量有限，虽然它有2个，也就是说，如果在你面部油脂并不是很多，你属于混合皮，然后只在 T 区出一点点油，那么在补妆之前，你用这样的一个小东西，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绝对没有视频上讲的那么神奇，它是吸不了那么多油的。其实我觉得和它的这个所谓的便利性就已经相冲突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拿出一张吸油纸，我想你可以很快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噱头，一种概念，毕竟你们懂得，韩国的产品华而不实。所以500块钱买的原因真的是我觉得它就值那个价。产品虽然有用，但是效果不明显，但是博主却说这是日本女生人手一个的补妆利器。产品都下架了，你身边的日本人是假日本人吗？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感谢你的收看。